台湾自造5代机计划告吹，准备购买 F-35， 苏35 F-16超近距离接触，险些撞击。虽然已经损失了5个装甲师，俄军依旧继续逼近红军村，俄军依旧未能收复库尔斯克，普京的命令当儿戏。北约大规模扩军，预计增加49个旅。美国唯一正在服役的海狼级核潜艇抵达日本。台湾接收第一批鱼叉 Block 2反舰导弹。今年年初，汉翔航空公布了一条重磅消息，那就是台湾着手研制下一代战斗机，以下简称 ADF。考虑到台湾已经有4代机天花板 F-16， 外界普遍认为所谓的下一代战机应该是5代机。当时汉翔通过一张图表展示了不同类型飞机的自制率，在经国战斗机时期，自制率为 48%， 永鹰高级教练机的自制率则达到了 55%， 预计新型初级教练机的自制率将达到 75%， 而 ADF 的自制率将有望达到 95%。汉翔强调，通过新型初级教练机的研发，延续了台机台造的政策，为台湾航空产业提供了持续发展的动力，推动了系统舰制造能力的提升，从而提高了自制率。这是迈向下一代战斗机研发的关键一步，意味着台湾的航空产业将从以往的结构制造和代工提升到国际航空供应链体系中。相反，如果选择了外购或租赁飞机，就等于放弃了宝贵的系统权，在维修和升级方面将受制于外国，这对台湾发展飞机研发能力没有任何帮助，也不是台湾当前所需要的。然而9个月之后呢，情况似乎出现了变化。10月5号，有媒体爆出，台防务部门负责人顾立雄召集空军与相关科研单位共同参与专案会议讨论。会议指出 ，ADF 除了需要投入数百亿的庞大研发经费外，更为关键的是，相关单位尚不具备先进战机系统整合能力，并且缺乏大推力发动机、AESA 雷达以及先进的电子系统等核心技术。目前该计划的进展仅有成功向美国申请采购机翼公司的 F414 GE400 发动机 TAA 输出许可，但尚未取得包括先进电子系统等在内的17项 TAA 输出许可。因此，台防务部门采纳了会议决议，决定不采取自主研发方案，而是寻求向美方外购先进战机。会议中，虽然有声音基于 IDF 战机的成功案例，期望下一代先进战机能够继续向自主整合方向发展，但回顾 IDF 战机的研发历程，其最重要的战斗系统实际是由美国方面负责整合的。在缺乏先进战机系统整合能力的情况下，尚未有国外的厂商愿意担任主要承包商。贸然推进下一代先进战机的研发将会面临高风险，并难以满足台空军的防卫作战需求。下一代先进战机评估案原先由空军303计划专案小组负责，其原本计划遵循 IDS 潜艇自主建造模式，由相关科研单位担任主承包商，航太公司作为次承包商，并积极寻找国外合作厂商。然而，相关单位的航空所在长期研究发动机关键技术的过程中，曾通过织女星专案与天使专案研发关键技术，但发动机推力的提升未能达到预期，导致织女星2阶段研发计划被迫终止了，最终只能依赖向美国申请采购机翼公司的 F414 GE400 发动机 TAA 输出许可，作为下一代先进战机的动力系统。最终，顾立雄承认，尽管战机的隐身外形和机体设计方面相对是不成问题的，但先进电子系统与 AESA 主动相控阵雷达等关键技术的获取依赖国外，而且这些技术受到各国出口管制，获取输出许可存在不确定性。在多项关键技术 TAA 输出许可尚未取得的情况下，由于下一代主力空军战机研发案不符合当前积极构建防卫作战的需求，决定暂停该计划。值得一提的是，有媒体称台湾计划向美国购买先进战机，但台媒上报指出，这条消息是误传。
台湾究竟也没有决定购买 F-35，尚且没有确定消息。然而，就算台湾真的决定购买 F-35，以大兵的视角来看，其难以对台湾防御能力产生多大影响。首要原因在于，如今洛马的生产能力低下，因标准3升级延迟，洛马不仅亏欠了美空军数百架的 F-35，还有包括加拿大、德国、波兰等8个国家等待首架 F-35的交付，有的预期交付时间甚至延迟到了2030年之后了。如果台湾选择此时订购，那么实际的交付时间可能会遥遥无期。此外 ，F-35的价格过于昂贵。根据美空军的一份报告，如果台湾想保证其上空的制空权，至少需要135架以上的 F-35，这是一笔昂贵的资金。此外，台军装备 F-35还是涉及很多问题，比如飞行员训练等后勤机场设施配套问题，没有战略纵深给隐身战机发挥等等，不胜枚举。当然，还有最重要的一点，就是之前台湾不是没有尝试采购 F-35，但遭到了时任美国民主党总统奥巴马的拒绝。之后，特朗普虽然对此持支持态度，但主张大幅加大对外军售价格。所以综合来看，大兵个人认为，还是现在的 F-16V 最适合台湾。不仅有着4代机顶级的空战能力，价格和交付也不存在大的问题。当然，这里不是在说 F-35不如 F-16，而是认为 F-16是更适合台湾。大家认为台湾需要5代机吗？欢迎在评论区留言讨论。9月30号，美国北美防空司令部发布了一条推文，展示其 F-16在9月23号在阿拉斯加防空识别区上空拦截俄战机的视频。视频一开始呢，我们能看到 F-16的驾驶舱以及不远处的图95轰炸机。最近一段时间，俄战机经常在国际领空四处乱窜，欧洲、日本、阿拉斯加均能看到其身影，大家已经见怪不怪了。如果俄战机没有做出过激行为，一般呢会采取半飞将其送出防空识别区，而拍摄视频的这架 F-16就采取的是这种办法，一直跟在其右后侧。然而就在这时，一架苏35突然以极快的速度擦过了 F-16侧方，这把 F-16的驾驶员吓了一跳，连忙侧身躲闪，过了1-2秒才重新稳定飞机的平衡。北美防空司令部在推文中控诉俄战机的这种行为是极其不专业且危险的。如果当时 F-16选择靠近了图95，或者2架飞机被彼此的气流干扰，导致故障，都将酿成无法挽回的后果。就如同大家在高速上开车，突然有一辆车加塞到前方，一旦来不及踩刹车，或者被吓得猛打方向盘，一场车祸就在所难免了。这种行为呢，一般被称为 headbot， 是一种拦截方式。北美防空司令部表示，如果飞行员没有回应无线电呼叫，美国空中巡逻队可能会进行这种拦截方式，旨在产生明显的视觉信号，并通过产生空气湍流来引起受拦截飞机的注意。但这架苏35和 F-16的距离已经远远低于安全范围了。近期，俄罗斯开始频繁在远东地区采取军事行动，这逼迫美国不得不采取回应。上个月，美国将1个营的士兵部署到了白令海峡的一个偏僻岛屿，他们配备了移动火箭发射装置。美国称这次部署是临时性的，用于防范俄罗斯不断升级的侵略性。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俄乌战况。10月5号，一架俄军的鄂霍特尼克 S-70隐身无人机在顿涅茨克附近地区坠毁。最初呢，外界误认为是俄军的苏25战机遭遇了不测，但后来确认是俄军正在测试的新型鄂霍特尼克 S-70隐身无人机。这款无人机造价高达1500万美元，俄军目前仅生产了3架，那这次坠毁就意味着仅剩2架了。俄军生产隐形无人机的目的是希望 S-70能够作为 A-50预警机的替代品，以此减少预警机靠近前线的风险。关于坠毁的原因，有说法称 S-70在测试初期就失去了控制，为了避免技术落入敌手，德军不得不将其击落，但最终还是没能阻止乌军获得残骸。
也有说法认为是乌军的防空导弹系统所为。这一事件暴露了俄军机在无人机技术方面的不足，同时也反映出俄军的许多军事装备依然是依赖于苏联时期的技术和乌克兰的军工基础。在无人机领域，俄罗斯与乌克兰的差距正在扩大。在库尔斯克地区，乌军正在向刘比莫夫卡北部推进，并在苏贾南部取得了一些进展。特特基诺和韦斯洛耶方向也有冲突发生。俄军虽然在库尔斯克方向增派兵力，但战线并未有显著变化。10月6号，标志着乌克兰军队在库尔斯克的军事行动已经持续了2个月了，而俄军试图将乌克兰军队驱逐出去的计划并未成功。依稀记得2个月前，普京下令在10月1号前将乌克兰军队驱逐，但这一目标未能实现。随后，他们又设定了在普京总统生日10月7号前达成这一目标，但同样未能如愿。在这期间，俄罗斯小喇叭曾不断地试图为俄军挽尊，类似的说法呢是层出不穷。比如，俄罗斯不夺回库尔斯克是在下大棋，通过让出1000多平方公里的土地来诱敌深入，以图全歼乌军有生力量。但现在情况是，俄军在库尔斯克集结了至少4万名士兵。尽管俄军进行了多次反击，并夺回了125平方公里的区域，但由于资源有限，他们未能将乌克兰军队驱逐出去。鉴于俄罗斯的资源正在迅速消耗，接近枯竭，预计在战争结束前，俄军可能也无法将乌军驱逐出去。乌克兰军队依旧控制着库尔斯克约1000平方公里的地区。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曾表示，乌克兰打算无限期地占领库尔斯克的俄罗斯领土，直到俄罗斯愿意进行和平谈判。而在乌克兰本土，俄军继续向波克罗夫斯克、库拉霍沃、乌莱达尔方向推进，未来可能会对韦利卡、沃诺希尔卡发起攻势。过去1年中呢，俄军大约夺取了700平方公里的土地，但代价巨大，且未能控制乌克兰东部4周。一位专门追踪和确认俄罗斯在乌克兰损失的开源情报分析师表示，从2023年10月9号以来，俄军在波克罗夫斯克地区的损失达到了惊人的数字。报告指出，俄军在该地和克拉伊翁的进攻行动中损失了539辆坦克和1020辆步战车。乌克兰军队在战斗中是摧毁了其中的381辆坦克和835辆装甲车中，这些损失相当于1个半师的坦克和1个到4个机械化步兵师的车辆。此外，俄军还损失了26辆步兵机动车、22套多管火箭系统、11套牵引式火炮系统和92辆非装甲卡车。从2024年9月6号以来，俄军在该地区的损失进一步增加，包括25辆坦克和59辆装甲车。乌军利用无人机摧毁了俄军的防空系统、坦克、装甲车和人员。越来越多证据显示，乌军在2024年调整了战术，采用了更加灵活的战术。乌军从主要城镇有计划撤退，让俄军不断进攻，从而最大化其损失，同时保留自己的实力。这种战略呢，与2023年的阵地消耗战是截然不同的。乌克兰不采取阵地消耗战的策略是非常明智的。俄罗斯僵化的军队体制使其无法适应战术战略迅速变化的环境，其最喜欢的也最有效的人海战术，面对阵地攻坚战或许是有用，但在这种新的战场环境下，人数只能被无端的消耗，而难以取得决定性战果。10月6号，德国《世界报》披露了北约的扩军计划，该计划将显著增强北约军事力量。根据未公布的北约文件，北约打算新增49个战斗旅，使战斗旅总数达到131个。同时，地面防空分队的数量也将从293个增加到1467个，直升机编队则从90个增加到104个。报道指出，新增的战斗旅将每个配备约5000名军人，这将使得北约的战斗军数量从6个增至15个，师司令部从24个增到38个。
为了实现这一扩军目标，北约成员国需要增加国防开支。目前国防开支占国内生产总值的2%，预计将继续提高。世界报提到，从2022年北约将俄罗斯视为主要安全威胁以来，该组织一直在扩大军事力量。新任秘书长马克·吕特在就职新闻发布会上曾表示，增加北约部队的人数和装备将是他的首要任务之一。他还强调，支持乌克兰对抗俄罗斯是北约的安全投资。10月4号，美国海军的一艘核动力潜艇海狼号抵达了日本神奈川县横须贺市。这一消息由美国新闻周刊网站报道，神奈川县政府也证实了海狼号的到访。这艘潜艇属于海狼级，是该级别的首艇。海狼号呢，以及其同级潜艇是以其异常安静、快速且装备精良而闻名，配备了先进的传感器。美国海军学会新闻网指出，这些潜艇最初是为了深水作战和对抗苏联潜艇而研发的。冷战结束后，他们经过升级改造，以执行更敏感的任务。海狼号潜艇装备有8个鱼雷发射管，能够携带多种武器。美国海军拥有超过50艘攻击型潜艇，全部采用核反应堆驱动。海狼级潜艇是其中的一部分。这些潜艇的主要任务包括了搜寻和摧毁敌舰艇、投射力量以及执行情报任务。值得注意的是，海狼号是当前唯一可以使用的海狼级潜艇。该级别的第2艘潜艇康涅狄格号在2021年10月2号发生撞击事故，造成了11名艇员受伤。据法国海军新闻网站报道，这艘潜艇目前正在维修，预计维修费用将达到8000万美元，计划在2026年恢复服役。海狼级的第3艘潜艇吉米卡特号拥有特种作战、战术监视和水雷战的先进技术。这艘潜艇的排水量为12158吨，长度为453英尺，比其他2艘同级潜艇更大。据美国皮吉特湾海军造船厂和中级维护基地的消息，吉米卡特号在8月21号在那里的一个干船坞进行了定期维护，而康涅狄格号也在同一地点进行维修。据台湾报道，2024年9月27号，首批100枚美国制造的陆基鱼叉反舰导弹及相关设备已经抵达高雄港。尽管具体交付内容并未公开，但这批设备预计将为台湾军方提供准备时间，以便熟悉操作并迅速投入使用。台湾已经宣布计划在2026年成立一个新的海岸防御司令部，届时将部署岸上反舰鱼叉 Block 2导弹和台湾本土的雄风系列反舰导弹。这一新司令部的成立旨在加强台湾的海岸防御能力。2020年10月，美国批准向台湾出售400枚陆基 RGM-84L4 鱼叉 Block 2 ASHM 装置及其他相关设备。2022年，台湾要求额外购买60枚导弹。美国国防安全合作局在同年9月批准了这一请求。此外，台湾已在其 F-16V 蝰蛇战斗机上采用了鱼叉的空射版本，并在巡逻任务中常规携带。台湾计划分2个阶段完成所有导弹交付，第一阶段在2026年完成，第二阶段预计于2028年底完成。台湾已经为这些导弹预算了22.4亿美元，并额外拨款40亿美元，用于建设沿海导弹基地和相关陆地基地设施。鱼叉 Block 2导弹从2009年起交付美国海军使用，结合先进的制导技术，使其能够在沿海水域执行任务。该导弹允许通过直升机进行超视距瞄准，能够打击隐藏或者杂乱的目标。波音公司表示，鱼叉 Block 2导弹除了能够打击海上船之外，还能够轻松打击陆地目标。好了，本期视频到此结束，欢迎各位在评论区留言讨论。我是大兵，我们下期再见。